接下来你的对手是世界冠军张伟丽，你做好准备了吗？当然，我精心准备了一束鲜花，会在他的葬礼上摆在坟墓前，因为明天我会一拳将他打进棺材里，夺走他的金腰带。小兔崽子，敢和老子这么说话？嚣张的外国女拳王扬言要一拳 KO 张伟丽，夺走她的金腰带，并且手捧白色鲜花，表示会在她的葬礼上亲手摆在坟墓前。咱就说一没招她，二没惹她，凭什么就敢这么猖狂？要怪只能怪咱们伟丽太优秀，无数人盯着她手里的金腰带，个个都想踩着张伟丽一战成名。此女是来自乌克兰的天才拳王斯瓦特拉娜·高斯特，年仅19岁就打出了12战12胜12次 KO 的豪华战绩。虽然年轻，但下手极为狠辣，多次勒断对手的脖颈，扭断对手的胳膊。凭借着这份嚣张与残忍，在国际擂台所向披靡，名气提升的同时，也让其越发狂妄，目中无人。面对口无遮拦、嚣张挑衅的高斯特，张伟丽在采访中表示：“我希望大家看这场比赛的时候不要眨眼睛，因为我觉得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终结。”即便是站在了世界之巅，张伟丽依旧很低调，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涵养。她不爱喷垃圾话，只愿意相信手中的铁拳。因为再多的口舌之争，最后还是要靠拳头说话。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张伟丽如何教训这个嚣张的外国女恶女。长按点赞，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比赛正式开始，高斯特表现得非常活跃，在擂台上蹦蹦跳跳，寻找进攻的机会。这家伙身高只有1.56米，所以身体灵活，移动速度非常快。但同时这也代表他的力量并不会很强。当他尝试抱张伟丽单腿的时候，发现根本抱不动，反而被张伟丽一个足勾绊倒。这不仅是力量上的差距，在技术上也是遥遥领先。张伟丽不断地调整身位，为自己寻找更好的进攻把位。一番辗转腾挪过后，轻松拿到7成位，紧跟着就开始疯狂的地面砸击。开始地面的砸拳、肘击。张伟丽的有着非常细腻的巴西柔术的功底，刚才的从侧面转成旗，也可以说是无缝连接。张伟丽犹如猛虎下山，一上来就是7成位暴揍。不过高斯特的反抗也很激烈，毕竟比赛才刚刚开始，体力非常充沛。可惜的是他的力量远远不够，一顿操作猛如虎，还是无法逃脱张伟丽的压制，面临着绝境。喜欢看张伟丽比赛的朋友都知道，他在地面上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况且他可不单单是压制对手，还会不断寻找机会做裸脚。此时张伟丽在扭打中抓到了高斯特的手臂，直接身体后仰将其拉平。高斯特虽疼痛难忍，可最后还是挣脱了出来。看来这家伙也并非是完全来碰瓷的。高斯特的防守的技术还是非常到位，他使用自己手臂被拉直的瞬间，利用手臂角度的调整。高斯特以彪悍狠辣成名，在乌克兰已经难逢敌手，但张伟丽明显比他还要彪悍，直接坐在高斯特的脖颈上输出，这一招伤害不小，侮辱性更强。张伟丽马上转换，又到了侧面的压制。赛前高斯特阴阳怪气地说要送我们张伟丽葬礼鲜花，现在却被按在地上疯狂摩擦，这可真是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也不知道脸疼不疼。之间的来看到高斯特的回腿也是非常的迅速，但是张伟丽现在看到非常灵活。好不容易起身的高斯特还没站稳2秒，就又被张伟丽大力抱摔，两人的力量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况且高斯特只有1.56米，体型娇小，有灵活优势。但中国有句老话叫大力出奇迹，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再多的技巧都只是个笑话。张伟丽现在还处于上位，非常的耐心，用自己的肘部来压迫对手，使对手呢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难受的位置。可能有人会觉得张伟丽压制对手需要消耗很多体力，但实际上被压制的选手才更痛苦。首先他要承受张伟丽的体重，其次还要布置更多防守来应对被降服的可能。如果在力量上处于劣势，那基本上很难找到翻身的机会。而张伟丽恰恰就是草量级当中的力量王者，价位但是不能够自由的翻转。再次的肘击，高斯特也在是奋力的用双腿上盘，想要把张伟丽拿回到自己的腿部控制当中。连续的肘击非常的重，张伟丽现在非常的稳健。这场比赛已然没有任何悬念，就是想看看张伟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终结对手。此时高斯特还在负隅顽抗，也可能是脸部挨揍已达今日上限，主动翻了个身，把背部留给张伟丽。张伟丽也不客气，直接拿背开始尝试做裸脚。此时的高斯特在张伟丽面前就像个小鸡仔，被随意蹂躏。自己的裸脚。现在高斯特呢，他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他只能说张伟丽进去一个手想去勒他颈部的时候，把张伟丽的手拉下来，但是张伟丽处于
下位，但是呢，他拿到的是高斯特的背部这个位置，对张伟丽是非常有利的。双腿为了逃脱张伟丽的控制，高斯特可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就差用嘴啃了。只可惜张伟丽的进攻环环相扣，趁机抓住手臂，再次尝试十字骨，眼见无法成型，还差点被高斯特拿到上位。张伟丽双脚一蹬，迅速起身，扭打中高斯特还想要强压，但他发现根本控制不住，不得已也只能任由张伟丽起身。一场比赛，高斯特呢现在是被激发出了怒火。此时第一回合结束，高斯特被带入地面之后就没起来过，被按在地上狠狠摩擦了一回合，期间还不断被张伟丽肘击砸嘴。看来张伟丽也并非不生气，只是他更善于用拳头表达情感。所以各位老铁可别再问起张伟丽需要注意什么，就问自己这种表达情感的方式顶不顶得住。比赛很快进入第二回合，张伟丽不会小看任何一名对手，即便是首回合大比分领先，但他依旧追求完美，尝试 KO 高斯特。两人在搂抱中互相角力，最终张伟丽更胜一筹，轻松拿到上位优势。此刻的高斯特肯定特别绝望，拼战力打不过散打出身的张伟丽，拼地面力量上又不是对手，总之就突出一个打不过。张伟丽就不管那么多了，拿到优势就开始摩擦这个所谓的格斗天才。赛前这个小插曲啊，可以说之前并没有在张伟丽身上不存在的问题，但这次比赛前也存在了。所以说比赛真是一个需要各个方面的准备、各个方面的经验，还有各个方面的应对。张伟丽的力量基础要比对手好很多。现在又是此时张伟丽直接骑在对手的脖颈上输出，高斯特极力挣扎却是徒劳无功。由于比赛规则不能击打后脑，所以高斯特一个翻身趴在地上龟缩防守，试图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免张伟丽的地面砸拳。只可惜张伟丽出拳角度极为刁钻，连裁判都找不出毛病，把这个赛前大放厥词的家伙翻来覆去好一顿胖揍，实在是太霸气了。现在处于下位的高斯特，他首先要做的就逃离现在承起的位置，他可以把膝盖塞进去，或者是起桥翻转。张伟丽的地面砸拳迅猛且有力，拳拳到肉的暴击令对手胆寒。高斯特大势已去，却仍然不肯投降。张伟丽丝毫不惯着他，不服是吧？打到你服。张伟丽非常的稳定啊，然后不着急，一拳一拳的截住对手。现在高斯特是进退两难，但是我们看高斯特现在这个位置啊，他确实是也没有什么空间可以再做其他的动作智能。张伟丽继续抡起手中的铁拳，劈头盖脸的朝对手脑袋上招呼。不一会儿的功夫，高斯特就没了动作。裁判见状立刻终止了比赛，他怕再打下去，张伟丽可就给高斯特开瓢了。一个完全发力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可怕的，这完全就是单方面的碾压。张伟丽的霸道铁拳全是暴击，高斯特除了抗揍能力强一点之外，没有任何能够与张伟丽对抗的优点。他赛前准备的葬礼鲜花差点就用在了自己身上。让我们恭喜张伟丽再次将嚣张的外国恶女斩于马下。感谢各位老铁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再见。